这是巴黎，而这是著名的塞纳河。但只要下起好雨，废水就会被灌入塞纳河，让它变得特别脏。它的水看起来有点浑浊。她是我们的颜值担当 Lily， 而这是我找来的一幅1857年巴黎下水道的地图。而我要做的就是要帮她搞清楚为什么塞纳河会变得这么脏。但是在那之前，我首先要带她了解一个更大的问题：废水。废水其实还有多一个名字，就是黑金。黑金，对，这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的哦。在全球其实有80%的废水啊，它们都没有经过处理，就被排入河流啊、大海啊，造成很多污染嘛。如果这些水能够好好处理的话，其实就可以循环使用，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啊。那有钱赚，为什么不赶快处理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处理废水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昂贵的工程。许多国家的下水管道还是在50年前建造的，要做现代化的整修，就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巴黎处理塞纳河花了14亿欧元，伦敦用8年整修下水道花了50亿英镑。而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剧增，再加上工业化发展，每年会为全球制造1300亿吨的废水，这也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城市周围的河流就遭殃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巴黎。你是说棕色的这些都是水管吗？对，这些都是水管，都是它的地下下水道。哦，你是说所有的脏东西都往塞纳河去吗？没错，自从巴黎在1833年有了下水道之后，城市每天的废水就开始排入塞纳河。当时的巴黎已经是欧洲第2大城市，在1846年就住了超过100万人，而且人们要用水还是要回到已经被污染的塞纳河。这些下水道它是通向地面的，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也是走同样的管道进到塞纳河的。所以这就是过去设计下水道的一个弊病，它没有考虑到收集雨水的地方。一旦下起好雨，塞纳河周围就会淹水，把大量的细菌带进城市，这也让瘟疫更容易在巴黎传播。但有一个人想要彻底整顿巴黎，他就是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他从1853年到1870年花了27年，把整个巴黎进行了大改造，也对这个下水道进行了多次的扩建，这也就是著名的奥斯曼工程。到了今天，巴黎的下水道已经做过多次的整修，但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雨水和废水的排放问题，这也让塞纳河的水质备受质疑。巴黎的下水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看这是什么？球。它是用来清理下水道的。怎么可能？它就是一个铁球，它没有堵住下水道已经很好了。因为它的雨水啊等等的，它不断的挤压这个球，它就会把这个球沿着这个墙壁一路蹭过去。因为它的雨水这个被这个洞口这颗球堵住了，所以它的一点点缝隙经过的水就会变得力道比较大。所以力道比较大，就可以把墙上的脏东西给带走。对，没错。我们人类的血管如果也可以这样去清理就好了。这个是不是很神奇？但完全不用电，也不用人工，全靠重力。所以刚才我们讲完了巴黎，你有没有想过古人怎么排废水呢？其实人类最早出现一个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是在2500年前的罗马。你看啊，这就是罗马当时的下水道，总长度可以达到1600米左右，它呢就叫做大下水道。这看起来不太像是下水道，像是那种桥洞里面的一个样子。对，这旁边这个就是台伯河。台伯河就是罗马当时他们用来饮用的河水。当时罗马其实住着50万人啊，他们种田有废水啊，洗澡有废水嘛，是。他们就想着说，有台伯河我就把水排到这下面就好了。可是他们喝的水不也是从这条河拿去的吗？没错，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他们自己城外的河水被污染了，那他们喝哪里的水呢？过滤，有可能是过滤。其实你之前有说过，他是喝矿泉水。矿泉水那个年代有矿泉水吗？我们这边是下游，我们要找到这条河的源头。这条河的源头就不可能有别的水污染它嘛。对。所以他们这个源头就是矿泉水，也就是泉水。我对矿泉水有了个新的看法了。现在对，所以他当时呢，罗马帝国就建了11道水道桥，把水不断的从很远的地方，别的地方的上游的水全部引到罗马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罗马人他们自己这个喝水的管道其实是用铅做的。铅应该不行吧，有毒哎。如果铅不断的渗入到水里面的话，你一直喝就可能会导致一些金属中毒，对孕妇跟幼儿尤其很危险。因为孕妇呢喝了可能会流产，然后幼儿喝了可能会有脑神经的发育的影响。那确实很危险。所以就有一派学者就认为，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崩塌呢？就是因为铅中毒，因为整个城市都在慢性中毒。他们没有净化水的技术吗？你就是问到重点了。其实在上世纪70、80年代，铅水管被禁止使用之前，许多国家的下水道也和罗马人一样是用铅做的。而为了防止铅中毒，人们就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氯。最早发现氯的人是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在1774年。但人们真正发现它有净化水的作用，还是要在经历了多次瘟疫霍乱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用氯来为饮用水消毒很有效果。就是如果我们把氯放进这个水管里面的话，它就有2个好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消灭那些带有传染疾病的病原体。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也可以防止这个水管里面的铅融入到水里面去。但是用铅建造的水管已经不符合卫生标准了，在过去的40多年里已经被许多国家严令禁止。OK， 可能大家不知道，自从饮用水可以被净化处理之后，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延长了。延长了多少？就有研究说，当时美国人嘛，他们从1900年到1947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7岁上升到了63岁。那相当大的一个提升。特别是老年人跟小孩，他们就不那么容易生病了。简单来说，从罗马时期到现在，我们的水处理技术已经经历了3次革命。2000多年前的罗马为城市发明了水道系统，在19世纪，人们对氯的研究带来了净化饮用水。来到21世纪之后，城市下水道对河流的污染才终于被人们重视，这才造就了废水处理厂。怎么样把那些废水处理成干净的水？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看不大出来，是泡泡吗？对，有很多泡泡。为什么它在动？这些气泡都是氧气，这些氧气被输到这个废水池里面为了让那些微生物可以工作。所以就是找微生物来帮忙。他们让这个微生物去啃食掉这个废水里面的杂质。这个技术就是用微生物来清洁水的技术，就是生物修复技术。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一些再生水能够把水过滤成干净，然后再来用，是要归功于这些微生物了。看来除了物理之外，这个生物课也要好好学啊。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愿意掏腰包来处理废水。有研究发现，人均 GDP 越高的城市，生产的废水要比其他城市高得多。无论在欧美还是亚洲，都存在这个情况。这意味着城市越发达，就越需要为废水污染负责。但这个背后又牵扯到更多的地缘利益了。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聊。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题，就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